犯罪调查科接手的案件真的是一宗比一宗难。为了破案，我今天找来3位足智多谋的味觉侦探。谢俊峰靠脸破案，女犯人看到他自动自首。我是一个 super taster， 所以我试过的味道，我永远都会记得。全一凤，江湖上的女中豪杰，外号人来凤。我又回来了，这一次我也可以沿着线索发展出自己除了主食以外可以煮菜的功能。郭亮能言善道，用一张嘴巴就能破案。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天赋，但是很相信直觉的侦探。探长，口令探长。Over， 探长，第一案发现场确定了吗？犯罪现场就在附近。Over。现场有没有打斗的痕迹或者凶器 ？Over。现场很乱，有太多可疑物件了。Over。探长，被害者是男的还是女的 ？Over。不大清楚，反正我数到3，大家一起行动。1、2、3。哇！这个现场，乍眼看线索不多，只是有那几个材料啊，还有酱料啊。那至少我眼睛所看到的，我是熟悉的。考林犯罪调查科探长，前名要 Over。哎，老板，我在 Over。这里是总部，我们已经获取今天的案件背景，你们听清楚，这起案件的报案者是屋主本人，他今早旅行回来，在屋外闻到一股烟熏味，他以为是屋内着火了，立刻开门进屋，没想到一踏进屋里，看到厨房一片狼藉，而且到处都是煮模的字迹 ，Over and out。谢谢老板 ，Over and out。因为亮哥啊，你跟凤姐都比较资深，我们由新的侦探哈，比较新一点的啊，他来决定谁先进去。你想清楚啊，你细想，细想。2位长辈觉得哇，蛮有压力的。我先来喽。哎，感觉有压力存在了，真的。我先进去喽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第一个进去也是比较容易，可以找到比较多线索，所以我就选自己进去。我觉得第一步是要观察整个环境。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拍过侦探的戏嘛，那种侦探的想法我懂啦。烟熏味，这个好像有被烤过的东西。我一听到有熏味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找烧焦的痕迹。你是鼻子有问题呀、你挥那么久。边上的锅呢？等一下先观察一下。有汤匙的可以吃。辣椒酱汁。我试了这个酱之后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3个味道，就是酱青、麻油还有辣椒。这个重要啊。哦，那个虾米粉，这个照哪里的？看一下有没有字啊？这个哪里可能会在一个厨房里出现，所以肯定会一定要用。哦，这里有字，有吗？什么字？什么？ The meat lies still in fragrant sleep, wrapped in secrets. 乌龙 keeps。肉的香味是从乌龙茶，然后熏出来的。他讲哦，啊，有可能这个是乌龙，那个乌龙叶子。你走错地方就叫乌龙了，讲错话叫乌龙，干错事也是乌龙哦。对啊所以他的 tips 很乌龙。乌龙的。哎，你这个 T 包里面有没有茶的？没有。后面还有后面的水槽，后面都可以看。 2位长辈他们都一直要给我压力，如果说没有压力是骗你的啦。你那个抽屉你都没有开，你觉得是 OK 的吗？如果待会我开，我不一定会跟你们分享哦。不是听过有没有这个？没有没有。他被骗了，我的妈呀！其实不用钱啦，好玩就好。下面的柜子开一下看看。 Mirror,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smartest of you all? If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, ask a trusted friend on the other side. 它后面还有东西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对，要 reflect 啊，就是对我在照这里 microwave， 这里是 microwave 来的。
我已经猜到了，我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，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把柄，所以我标的3个线索是玻璃的黑色物质、透明的英文诗，然后第3是碗里的酱汁。我发觉你很明显的 miss 掉很多东西，就你这样是破不了案。我觉得下一位肯定应该移凤进去，他比较有经验。我们从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听听有经验的。我当然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，我可以节约时间，在他们已经放了证物的其他地方再看嘛。来了，移凤最重要的这几个酱汁都要去闻一下。他们有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鱼露、哦 ，OK， 麻油、胡椒。OK，因为基本上这一次的线索是肉眼可看的不多，所以只能靠嗅觉，而且它是2个砧板，也就是说可能一个是生食，一个是熟食。步骤2，相辅相成，不先冰夺主，佐以酱汁腌其。叉叉。凤姐拿出那张纸的时候，我吓到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那张纸，而且那张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，就是这道菜的步骤怎么去煮。燃火温釜，轻至其步骤3没出来。他已经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微醺的，对，烟从那边出来的，他的茶叶在那边慢慢烤出来，要茶叶是放在上面，就看到那个架子跟下面已经焦炭的那个茶叶，它肯定是在那边烟熏过。还好那个有一个紫外线反映出是乌龙，因为那个盘子根本闻不出乌龙味道。啊，又有字了。疑团留在柔条中，不见红壳心已碎。虾他把颗剥了以后捣碎，肉身藏于案角处，肯定是肉，因为要薄切成片。那么多手套，一定有一个手套有东西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对，看一下。哦，郭亮，你看这个肉，放一个这个。我把那几幅字全部把它拍起来，当做我另外一个线索。真是奇怪，这2个侦探，一个lost 很多，完全 missing， 一个很忙，不懂在看什么。哎呀，我要从头再看一遍。这个人疑心病蛮重的。我们做的东西他都要重复一次，他真不相信我们。因为你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呢？可能最慌的是郭亮吧。郭亮他是一个最后去找线索的人，可是他居然重复着我们2个人同样做过的东西。他不是对他没信心，就是对我们俩没信心。这看半天，这大蒜呢？大蒜，对，闻也是大蒜。对。玻璃碗里面可以腌料，显然是烹炒之前的，就生的腌料。哦，这个你们都说虾，我觉得不止，它可能不止虾，它可能有鱿鱼呢。鱼干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它里面粉末的样式是不一样的。虾肯定有破壳，对吧？你洋葱也是破壳啊。其实我当时就有点怀疑，因为如果是虾类，它那个石臼里面一定是有油脂的。这个真的很干净，因为它带红色，所以虾米可能还是存在的。哎，那个白色的东西我忽略了，它是酒还是水？啊，这个水里面有白色的粉，应该就是勾芡用的。来，跟这个有关系，这就是要挂浆的，这一定就是勾芡的啊。我看一下啊，那个上面熏完之后，是不是还要煮？最后切片，可供佳肴。肉身藏在案角处，肉身藏在可能变成一个什么馅料，对不对？那个春联跟所有的字迹，我所有的筹码都压在郭亮的身上。
我起码说他能够贡献1题还2题想法。肉身藏于安角处哦，实在是想不到。我曾经想到过，可能是变成一种馅料，馅料它塞在什么地方？好，6号我放这个鱼子，这还是鱼子，应该就不是虾子。7号，这边有个锅哈，它显然是像干锅这样哈，没有弄过油的，干烘干烤。8号呢，世界奇案，就是这个到现在没有破解。这一次的案件我觉得特别烧脑，因为它没有很明确的线索，让我们很肯定的往一个方向走。就算有了一些线索，也真的很多谜题你解不开。没味道。不是，你们闻不出吗？什么来着？我来。什么？很明显。来，我的天哪！我只能说，这个很明显，真的很明显。这个就是那个乌龙茶叶，因为他是讲啊，乌龙茶是那个秘密嘛。我觉得他是有放了一些，有可能那个 honey， 然后 smoke 那个肉。被害者，你是说那个叶子再放哈尼上去honey 还是调味一下，所以才成为这个胶状，就对了。对。然后第3，我觉得是调味料，就调那个肉的味道。哈？那个肉的味道不是在那个腌的那个地方吗？所以就是要腌制一个 question mark 的肉，然后那个茶叶就是要熏它。因为英语他讲你要把那个肉拿来给它睡个觉，然后它的味道会在。你 marinate 后你才去腌那个肉，可能是如果有肉直接放在那个铁的那个架上，对下去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那么黑？因为那个肉可能已经是被腌过了，然后你在烟熏的时候，它的肉质一定会往下滴嘛，所以跟那个茶叶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个东西其实它就写的蛮明确的。那个肉你把去 marinate 它，然后你在中间的一个锅你再煮一下，最后放去1号给它 smoke 它。对。它上面第1句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相辅相成？不喧宾夺主，这样，所以就是一半一半呢。我就没有明白是。他弄的都又是烤啊，又是煎啊，又是烘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做完之后还切片，对吗？对。然后他又说它是副料还有主料。比如说辣椒炒猪肉片，你说什么是主料？那肯定猪肉片是主料了。对。辣椒是副料。这个做半天又腌又烤又熏，它只是一个副料。然后呢，肉身藏于暗角处，我觉得它是不是又塞在什么东西里面？我觉得这个对联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，可是我们居然都没有猜到它的。现在比较明确的，比如说不见红壳先已碎，虾干。那请问一下，虾米来干嘛？虾米啊，还有鱼子，后面一起这样点缀，微微的在上面。我是觉得，肯定是海鲜类的东西，它里边有像类似鱼肉、鱿鱼丝这样的一点点。这种纤维的东西 ，OK， 还有那一粒啊，你们大家一直抓的，有人说是肉啊。9号呢？你说是肉干？觉得有点像肉干。我觉得它很重的鱿鱼味。肯定不是肉干。从8号，你这样看，你看得到什么？我看不到。看不到。你有看到东西吗？他们全部都不知道，因为我 flip 来 flip 去 flip 来 flip 去，然后，好像一个英文字。我已经猜到8号是什么了。如果我们一起想到那个肉是什么，我就跟你们讲。最重要的是要猜到那个肉是什么，就是被害者是什么，大家的方向就比较清楚，对吧？这材料的重点一定是肉，可是肉要怎么煮呢？还不太明确，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。哇，聪明啊，水很深呐，难怪你走9年走到今天呐，我们走了30多年才到今天。对，哪里有人走的比我更远呢？他就是差一个叉烧，但是我相信叉烧那时候我跟郭亮心里已经有数了，叉烧肉8、9不离10了。它是2个砧板，也就是说可能一个是生食，一个是熟食。
已经感觉到它是叉烧，因为感觉到那个有味道。我基本上知道什么肉在60%，8我已经掌握到70%到80%，所以我可以不跟你分享，就是看你而已。结束。那时候我觉得郭亮没猜到镜中导引 ，James 如果讲出来的话，那郭亮不是全对，所以我就当场吓他，跟他讲我不要。哇，他们撒谎，他们是撒谎，你不要落选。不可以撒谎。哇，即便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镜中导引的时候，我这样用激将法，其实也可以逼出 James。Teamwork，你就是被怕到，我 up to 你的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我是不会讲出来，我也是肯定会讲出来。没有办法了，能做多少做多少。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没有，我都没有把握。我们刚才在另外一边嘛，有镜子嘛，还是你面对那镜子就是这个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是在你自己的自拍当中看到东西，我把你的左右这样一直颠倒。哦，懂了，只这2个啊，你一定要拿起镜子。这2个无所谓的 OK， 我无所谓的。我觉得我要跟亮哥 share， 我为什么会拿那张卡片自拍？因为我在想，他一直讲 mirror， 所以有没有可能那张卡片也是用这样的原理？然后我就一直看那照片，翻来翻去，翻来翻去，拉大用小，我就看，我看到了 noodle noodle。最有用当然就大家破解了 noodle， 要不然是一头雾水。那是干拌面，对，对我就是要跟葱油你讲。干拌面。对，这个拌出来是刚刚那个 oil 铁的那个 oil， 是因为它炸了葱油，然后拌面，所以它2个酱汁，一个是腌叉烧的酱汁，对，煮谋，主谋对，它一定会有一个饭或者是面，然后呢，这个鱼子酱再撒在上面。我们刚才在屋主的信箱收到一封信，我相信跟这个案件有关，但是我只会把这封信交给你们其中一个人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抽签。签筒里面有不同的谜题，里头都是代表不同食物的表情包，而味觉侦探们必须猜谜题中的食物是什么。最后得分最高的侦探可以获得关键的线索。3秒要答出来。 3秒3秒答出来啊！1、2、3，猪脚醋。答对。3、2、1，云吞，棉花糖啊！OK， 来我知道，我1、2、3，好 ，James 红烧排骨。答对。哦，好厉害耶！麻油鸡，这么简单。 3、2、1，不知道 pineapple 为什么？哇， pineapple。哦，我们一直他这个忽然对哦，这方面可以。还有吗？小笼包。答对。目前呢 ，James 是2分，那亮哥也是2分，那凤姐是0分，你就不用玩了。他们俩抢。好，我抽，然后你们抢答。对我来讲，线索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线索可能包括我最想知道的那个粉市场，就是那个磨的粉。肉骨茶， James 先举手。OK，肉骨茶。答对了。OK， 现在凤姐跟亮哥，你们去想一想，整理一下你们的政务清单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其实蛮意外的，因为亮哥他的脑筋也是转得很快。我觉得少了食材当然影响，少了任何的信息都会影响，影响很大。来 ，James， Let's go，就是这封信。现在开啊。好，讲话小声点。什么来吧？这个线索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觉得其他人肯定不会想到云吞。
们来看一下你们有什么证。来，我估计这个被害者就是叉烧肉加面条。我等一下会煮一个正宗的虾窝丸汤面，叉烧有丸汤跟面。实在是想不到啊，它是不见红壳心已碎，应该是葱油干拌叉烧海鲜面。叉烧葱油拌面加鱼卵很香了，你忽然来一个很腥的那个虾粉，拿来干嘛？通常煮叉烧是蛮久的，所以我觉得时间不足，有可能做不出。你这么多东西呀！哇，还有秘密的东西。当我看到 James 的云吞皮和肉碎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就是指向着馄饨叉烧面。云吞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完了，他拿到那个重点，可能就是整道菜的一个特色。因为我在想哦，这两样东西原来可以同步存在的。怎样说？因为如果这个的话呢，我们符合一句句子，不能切片，对对吧？对。可是你符合肉身藏在暗角中，但是它两样都有，是不是更过瘾？哇，它多了一个云吞，我们今天可以收工了。谢谢。哎，凤姐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？我思考了很久，它虽然说什么壳啊、心碎啊这些，但是闻的味道实在是像柴鱼。你去看那边，你去看那边。凤姐，你还有鱼子，这个是他故意很明显的摆在现场的。对，鱼子是什么？啊，你没有鱼子啊？没有，哎，为什么没有？忘记。凤姐，除了干嘛？你干嘛？除了这个鱼子你干嘛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叉烧酱，来，你看，可以吗？我劝你直接去买叉烧来，直接买整条叉烧，所以我直接买叉烧自。己切嘛。那个叉烧酱你直接丢掉，我就佩服你。你不用，你自己，你一直小看我都行，我很没有尊严的。哎，重点，我们不要搞内讧。好，我们根据犯罪现场的字迹呢，已经找到一个嫌疑犯。那能不能够把他定罪呢？还是要靠你们在这黄金90分钟重组案情，还原真相。好，90分钟后，我要看到的是一道菜，还有一个真相。黄金9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好的， Go。哦，凤姐，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，我现在做酱汁嘛，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料。你这个是叉烧酱，我放了酱青、五香五香粉粉、蜜糖、海鲜 sauce。不要忘了。对，我知道，我有压力。哎，你不要浪费我时间，走开。 James， 你觉得你时间够没？因为你比人家多一样东西吗？哎，我不像你买那个现成的那个叉烧酱。所以你现在是不爽我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有点嫉妒而已。所以你现在这个也是叉烧酱，那你放了什么？它里面啊就是蒜蓉咯，花椒、八角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胡椒粉、糖、盐，最后一点油封住。亮哥腌制的很香哎。呼叫前名要探长。等一下，老板 call。哎，老板，什么是 over？经过化验，鉴定人员确认犯罪现场找到的一双筷子上面残留一些可疑物质。我已经派人把相关的证物送去总部，相信可以帮助你们破案。哎呦，来了啊，来看一下。所以这3个相关的证物呢，有猪油渣、青辣椒，还有菜心。那个叉烧云吞面就是有这3样东西，所以我更确认就往那个方向走。你们会用吗？用啊！对啊，你给我们我想一下，主谋应该不是那种重油啊，那种什么青辣椒，对我的感觉有点标配，就好像一件事情太过正常了。
给做叉烧。哇塞，这个酱好，哇，现成的到底是不一样我还没加，啊，没加。现成的还在这。这个真的只是一个纯属做参考，不敢加。这个是我跟名厨学到的基本常识，就是你一定要先品尝别人跟我的差多远。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心得啦。这个是买的啊，这个是我做的。哎，我觉得你做的比较好吃，对吗？我也觉得。没有区别它的这个叉烧酱，反正我觉得就真的很叉烧，就是甜。那你会用吗？啊，当然一定用，一定用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葱油啊，有没有可能不是葱油哎，真的只是猪油？闻一下，不像，它的油闻起来比较轻没有，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像对不对？不像。猪油是相关证物嘞。相关证物，对，因为我在想，亮哥在爆香的时候，那一定放猪油去爆香啊。真的要学凤姐。哇，很香哎，很香了，有那个味道，很香哎。给我给它贴上。后悔了吧？我就有点犹豫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猪油炸的洋葱。再来一次嘛。没事啦，后悔了吧？这比较纯的葱油嘛。我不愿意把东西混合的那么难受，我觉得应该对食物没有好处。哎，郭亮炸的那个是功夫哈，颜色很漂亮而，且他有经验，他掌握到火候。可是你拿捏的很好，它没有焦，那颜色是很漂亮。我在包云吞准备那个云吞的里面的肉蒜，哎，你腌制你的肉碎，你放了什么？我放了麻油、酱青、胡椒粉，可以带出那个在晚餐里面的那个香味。现在我要准备去包那个云吞，你是有包过云吞的？没有，哦，第一次。第一次。你下面漏洞嘞？我是第一次包云吞，包完了之后，它的皮它没有粘在一起，它容易碎掉，就觉得哦死了，是不是我在哪里差错？我跟你讲，你那边少一样东西，你怎么包没有它，你永远成不了型。但是我也没有在他身上。那个面粉是不是？你们要我的云吞对不对？你对鱼子比较有兴趣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这个嘞，哎，哎，我不用那个我不用，哎，跟你交换2粒云吞。我真的没有看过亮哥这一面呢，他会低声下气哎。亮哥，你 OK 吗？我不懂我要不要借给他们。如果是一个关键材料的话，如果他们没有的话，我赢定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弄他生气呀！我们公司没有人敢弄他生气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听说你下一部戏也要跟郭亮合作是吗？小心一点哦。哎，你跟他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就要对恶势力低头。什么叫恶势力？你讲清楚谁是恶势力？哎，其实你们在做的干煸鱼哦，你们会怎样用它？我会把它变成汤，就是你吃云吞面不是都会有一碗那种汤在里面？哦，但是在犯罪现场没有汤哎。我可以放在拌面里面吗？你闻看看，你拿起来闻看看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后悔吗？来，要不要云吞来？我还在考虑当中。你有那么多皮啊，你一个人包到完，你也不一定包赢的啦，你想清楚。那亮哥你要做什么？我要煎那个肉，煎了才去熏。对，这样呢让表面有一种微焦的感觉。哎，你可以问一下我们 James 狗狗，哎，为什么煎肉要放水的？没有，因为我给它慢慢的给那个味道。很好很好，火再大一点，100不够，再大一点。哎，突然间你会不会觉得你没有朋友？对哦，除了我。那个肉我在腌的时候我忘记放水，啊，为什么要放水？因为如果没有放水，它的酱汁会变得比较浓厚。哦，所以如果太浓厚的话，它很容易焦。哇，凤姐的很漂亮哎。我叉烧酱当然了，因为叉烧酱里有腐乳啊、南乳类似这种涂色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他用自己调的。没有，我用叉烧酱。对啊，哎，亮哥你放什么？放糖，比较容易出烟呢。好，放一点米，然后放一点米。我知道了，你要做荷叶饭。你的头啊！那为什么要放没有米？米呢，它是可以吸取那个烟的臭味。谁教你的这个方法？我的祖先上网查啦。所以可以去熏了它。
亮哥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有一点拌面的酱，放了有辣椒油啊、生抽啊，一点那个扁鱼粉啊，跟那个葱油在一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那个东西的里面可能是用鱼粉，我本来以为是葱油的末。凤姐，那你没有辣椒油哎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下手拿得到就拿得到，拿不到就听天由命了。有命偷吗？我们是什么科的？我们怎么借用？对，我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对，不行了。好，哎，干什么？我下一步我要开始煮面，然后我要煮云吞，然后你的虾米呢？所以我觉得我选错了。我一直都很专心的要把我的叉烧跟云吞做好，然后忽略了鱼子、扁鱼。有可能是因为我看了这些材料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要在哪一些方面用它们。这时候2粒云吞换个扁鱼，再拿2粒云吞换个鱼子。我就借给他们一点点。我是觉得算是一个比赛嘛，所以要赢的话就赢得潇潇洒洒，就是比较用实力来证明你赢的是对的。亮哥，凤姐，要不要圈一下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要不要？哎，直接磨好的拿走，大家省时间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，会闪吗？会闪呢，不要紧，我想办法。来，你拿，谢谢。你不要看我总有2粒，你拿鱼子去跟他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一半。一半。呀，我给你一半。只差那么一个云吞，其实基本上就还原可以90%，只是步骤上跟叉烧酱料上会有些许的不同，可是那个还原度应该就差那一步。你要做什么？拌葱油啊？哎，那你有没有考虑要用猪油？很香，对不对？香啊。会不会跟那个面很搭？哎，我觉得你们这样暗示性很强哦。我说我要做一碗汤，你们自始至终没有给我碗汤，也就是说根本没必要。你们没有人把这件事当一回事儿。完了，柴鱼不是汤。对啊，我刚才都讲啊，我会把它变成汤。但是在犯罪现场没有汤哎。没有，可能碗汤里面是包扁鱼的。我吃过有这种味道的云吞，就基本上没有汤。OK， 算了。哎，其实你们要不要看回那个分联啊？到底要讲解开那个有云吞的这个意思？鱼团留在柔条上吗？会不会2粒云吞就放在面条上面？对吗？留在上面嘛。好，那福建红壳心已碎，是不是我们少一个虾？应该鲜虾面。它的虾可以放在云吞呢？哎，有可能放在云吞，不是肉碎，我被他骗了，应该是鲜虾云吞面。太迟了，我很后悔，因为从来我就一直以为主角是一个，我怎么都想不到云吞叉烧面它居然是个组合。我们错了，应该是鲜的虾，鲜虾的话把壳去掉，好，把它捣碎包在云吞里面，不见红壳心已碎，肉身变成肉馅。按脚处，所以那2粒云吞是对的，但是它是虾，因为那个已经是最后的最后，你怎么救都救不回来。就算即便救回来，你哪来的红虾？我那时候只想到，快点把扁鱼包入其中。哎 ，James， 你现在做什么？现在在煮云吞。刚才你有听到亮哥解读那个春联吗？我觉得有道理啦，不过太迟了。鲜虾嘛，死了这么晚哪里来的虾？就是看我的材料里，哎，我有虾米，哎，不如把虾米放进去的云吞。我完全不会摆盘，是模式样。这2粒云吞实在丑哎，我包一个试试看啊。我觉得完全是不同的包法，我的是正宗的上海馄饨的包法。你的面好了。好了，我现在面煮好了，我要过一些冷水，让它更劲道。Nice， 颜色很好看，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做的跟煎的都是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嘛就对了呀。但是你的肉很像不熟哎，但是有点不好吃。不好吃。它的这个叉烧味道很不够，既不够甜也不够咸，就是淡的。是说了哦。熟了，你吃啊。
熟不熟？你那当然要试吃一下啊。你当初等一下，当初是什么颜色？不熟不可以。我是开始有点慌，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叉烧不熟。如果叉烧不熟，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材料嘛，所以开始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剩下5分钟，我不会摆盘嘞，怎么办？啊，云吞还没煮，你云吞还没煮啊？你的菜要处理一下嘛？有，青辣椒要放吗？有。好了，完成。 OK， 时间到 ，OK，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？等一下就知道。我们现在马上去拷问嫌疑犯 ，Let's go。走，哦，是女的，走，原来是女的犯罪。还笑到这样，看到的 smile， 坐下。哇，那个脸，哦，没想到哈，靠你的爱这种脸还等什么？马上拷问他。你的叉烧汁真的是从零开始做起的吗？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。哇，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我不从零做起，难道我从1、2、3做起吗？人，不要动手。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！哇，真的，哇，一定！来，到你。快点问第二道问题。不进红壳心里碎，红壳到底是什么？红壳是什么？对啊，你不懂？问你啊。有什么东西每天弯着腰，在水里游来游去？虾。扁鱼粉啊，你在哪个部分进入菜的？它可以入汤，可以拌面，也可以入馅料。它跟没讲一样嘛，我觉得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，有葱油这件事吗？哇，哎，他这样，还有，哇，这样，你现在试吃。我先吃这个。好吃，面做的很好。叉烧的腌料很好。哇哦，那猪油渣炸的很好。你是从零炸的吗？对，它有1，也可以2，也可以所以有没有人接近你的犯案手法？看来我的字谜都没有难倒你们。啊？只是你们没有解题解得很完美。不管你多细腻，我们的味觉侦探呢，还有我，都已经知道真相。把真相拿出来。来，现在说一下你的犯案过程是什么？我分成3个步骤。第一，先腌云吞馅料，馅料里面有新鲜的虾打成泥，然后再加进猪肉碎、扁鱼干，先把它烤香，然后捣成粉，再加进云吞馅料。扁鱼粉，对，扁鱼粉。为什么要放扁鱼粉？其实，在传统云吞里面都有放扁鱼粉，然后一些简单的调味料，糖、酱青、麻油、胡椒粉、鱼露，然后再加进鱼子，把它拌均匀，包成一颗颗的云吞。第2个步骤，做叉烧。腌叉烧的腌料有五香粉、酱青、蚝油、
海鲜酱、麻油、胡椒粉、麦芽糖、蜜糖，还有玫瑰露。腌了之后，用慢火煮熟了，把那个糖裹在那个叉烧上面，那叉烧就做好了。之后开着另外一个锅子，里面放锡纸、糖和乌龙茶叶。开火，那个烟开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盖子盖上去，然后那里面就开始烟熏。面的调味料就会有猪油渣、鱼露、黑酱油、麻油、酱青、辣椒油。云吞面先煮个5分熟，沥干了之后马上就过冷河，然后面再跟它烫几秒钟。直接放进酱料里面，跟它稍微拌一拌。当那个热的面拌在那个调味料被吸收了之后，因为它有一层香香的猪油，那它裹起来的话，它就会又 Q 又好吃。好了，那真相就在这里，大家不用客气。这云吞一定是味道要很惊艳的。好叉烧哦。那个鱼子是会有爆在嘴里的那种口感。哦哇哦，那个玫瑰露会给那个花香味，是不是？对，说到秘诀了，其实面它就很基本的面的味道，不需要太多什么油葱。对。我看到被害者真相全貌的时候，发觉就是力用错方向了。我主要的就放在葱油要熬，以及肉要熏。这2个地方是很花时间，因为他非常的执着，他就是要一个很地道的云吞叉烧面，就是这样吗？你找到像 spaghetti 做梦？面的话，这盘的面味道很好，口感很好，而且我很喜欢那个猪油的那个味道。那这一盘的云吞的馅料没有拌得很硬。而且那个馅料你是必须要打的，它就是出胶了之后裹那个云吞的时候，它才会形成一团。那这盘的面就有一点点的过熟了，那个 Q 的感觉不在，味道是不错的。那云吞这一盘就做得很好。那叉烧，2盘的叉烧都是不错的。这一盘是一个很好吃的拌面，谢谢。好，那谁成功还原真相？亮哥那道菜在我们主题里面还原的话，就是最不接近的一个。卖相就已经是跑题了。它的烟熏其实是做得很不错的，只是它的腌料的那个味道就不像叉烧。这碟的叉烧，如果你再煮多一个2到3分钟，那你就破案了。哇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所以是这一盘是最接近真相的。哦，就是因为在这个比拼的现场，让每个人冲着那个叉烧去把它完整起来，我一辈子我都不敢相信我做出叉烧面。面就算了，叉烧我还是要恭喜凤姐破案，所有的证据都足够了，证明 Chef Lo 就是这一起案件的主谋。跟我走。 OK， 拜拜，保重，干得不错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不啦。会吃2个。我要吃什么新的喽？如果我的搭档是凤姐还有亮哥的话，我会来，因为我懂他们的 pattern 是什么了，所以我不会被上当。我要吃干拌面，它跟那个云吞面是没关系的，现在，因为那很像。他们要牢记这一生，他们曾经输在我手下，并不光荣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郭亮败在我手下，叫他把这一篇章记在他的历史史记上。他不需要讲别人怎么样，下次再有机会煮菜呢，搭档或者合作者是我的话，我觉得他最好退出。